华为 Pura 70 Ultra 来了。那这期呢，我们就用华为的另一台 Mate 系列的旗舰 Mate 60 Pro Plus 来进行一下对比，看看它的新旗舰有没有什么进步。现在一说到某品牌，话题性还是非常足的。在回复中，大家也会经常发现有一些回复，它总在说某品牌是最牛的，是最好的，天下无敌，其他的品牌都是垃圾什么的这样的回复。我相信很多人这么说呀是真心的，但是有一些坏家伙，他就隐藏在这种回复当中。大家都懂啊，如果想毁掉一个人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事儿你都惯着他，给他惯迷糊了，给他惯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让大家都讨厌他。哎，这种方法是最可恶的，对吧？还有溺爱孩子也是不对的。你想毁掉一个孩子，你就玩命的溺爱他。那么你想毁掉一个品牌，用这种方法也是最招黑的。那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方式呢？大家也都懂。如果你想帮助你的朋友，那么你一定要鼓励他，你告诉他你是最好的，你是最棒的，但是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，还有哪些地方有些不足，对吧？这样才是帮助他进步最好的方式。对待你心爱的品牌也是如此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谢谢大家了。那正式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为了吸引大家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不用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啊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，这是让我们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两台手机后摄都是3颗镜头，它们都是主摄超广角跟 3.5 倍的长焦镜头，但是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现在很多品牌呢都在官网上或者很多视频中都会提到光学变焦，我也不知道这种毛病什么时候能改过来，尽点我们的微薄之力吧。拍摄界面两台手机是略有区别的。Pura 70 Ultra 呢，除了主摄超广角 3.5 倍的长焦，还有最上面10倍的数码变焦以外呢，中间还给了一个比较方便的2倍数码变焦。而 Mate 60 Pro Plus 的拍摄界面中呢，就是主摄超广角 3.5 倍的长焦和最上面的10倍数码变焦。你要想要2倍呢，得手动滑动变焦，自己去找2倍才行。那下面咱们就好好对比一下两台手机啊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硬件上说，变化最大的就是感光器大小了。Pura 这边的感光器是1英寸级别的，像素呢也稍微的比 Mate 那边高一点，但是最大光圈是比 Mate 要小的。Pura 的最大光圈是 f1.6， 它下边有 f2、f2.8、f4 4种大小，差一点就是整整4档光圈了。而 Mate 的最大光圈是 f1.4， 那么 f1.4、f2、f2.8、f4 正好是4档光圈，每一档代表了快门速度的成倍变化，进光量的成倍变化。现在是 Pura 最大光圈 f1.6 跟 f4.0 的成像对比，可以看到背景虚化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但是需要离被摄物体比较近，当时离被摄物体2米左右吧。那如果离被摄物体4米左右，这个时候最大光圈和最小光圈的背景虚化能力就没有那么明显了。那这点跟全画幅的相机比是没法比的。虽然说 Pura 这边用上了1英寸的大底，但是跟相机比，它的感光器还是太小了，
相场还是太小了，背景虚化能力还是很弱的。现在是 Pura 主摄3种光圈大小的成像对比 ，f1.6 是最大光圈 ，f2.0 呢是系统默认的光圈，就是你白天拿起来就拍，系统默认的光圈大小。f4.0 呢就是它的最小光圈。可以看到3种光圈在成像方面中心解析力是非常接近的。从这点上可以说 ，Pura 主摄的镜组光学质量做的还是不错的。现在就是 Pura 和 Mate 两台主摄的对比了，在默认状态下。中心解析力两边可以说是非常接近的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颜色的区别就是成像风格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啊。当然了，颜色都是可调的，我们这儿不过多讨论颜色，您喜欢哪边的风格，哪边就是好的。我们这儿更看重的是不可更改的光学素质以及成像质量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从光学上说还是非常接近的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依旧是非常接近。除了普通的5000万高清模式以外，两边还都有 AI 的高清模式。那这回在解析力方面啊 ，Pura 的更强一点点，而且两边相对于自己普通的5000万高清模式 ，AI 高清模式在解析力的提升方面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只不过这个提升是有代价的，因为 AI 高清模式在拍摄成像上是非常慢的，就像拍夜景一样。再说一下主摄的边角画质把控的表现吧，但是呢就得请出弱格式了，因为无论是 Pura 还是 Mate， 它们主摄在默认状态下都要裁切一圈画面，那这样呢就看不到边角画质了。而弱格式呢是能把所有画面展现出来的。现在就是直出 JPG 跟弱格式的对比，可以看到弱格式画面更广，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朋友看到的是直出 JPG 跟弱格式在颜色上的区别啊，因为弱格式如果你不调的话，它的颜色还是很糟糕的。这也就是很多人以为手机的弱格式它的后期攻坚非常厉害，那就是因为弱格式直接拍出来的照片实在太难看了啊。那这点呢，咱们拴一个扣，以后咱们好好聊聊手机的弱格式跟直出 JPG 的表现。现在看到的就是 Pura 跟 Mate 主摄的弱格式对比啊。那么边角画质方面呢，可以看到两边画质的把控还是不错的，镜组的光学质量是可以的，边角画质下降的幅度都很微弱。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朋友看到的都是满屏幕的噪点啊。这个噪点呢是感光器硬件跟机身程序的问题，它跟镜组的光学质量没有关系。当时调弱格式的时候呢，我也没放大看噪点，就是调整了一下颜色亮度什么的。那至于这些噪点问题呢，咱们以后单独聊弱格式跟直出 JPG 对比的时候再说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那超广角呢就比较简单了，两边的硬件是非常接近的，是不是就是相同的硬件呢？这里要说一下华为的问题啊，历来它除了主摄以外，超广角跟长焦都不会说跟相场光学有关的感光器参数，那我只能把它列为厂家不想告诉你了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边的颜色风格差距依旧是非常大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喜欢 Pura 的打1，喜欢 Mate 的打2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从光学上说，两边非常接近。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，同样的风格方面的差距依旧是非常大的，你们依然可以说出自己的喜好啊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还是非常接近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 ，Pura 做得更好啊，它的边角画质下降的更小。看另一边的表现也是如此。那这么说呢，在这方面 Pura 还是有进步的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两台手机都有3.5倍的长焦镜头。那从硬件参数上说呢 ，Pura 的光圈变大了不少。那这点呢，在夜景环节应该能看出不小的差距。那咱们到夜景环节再说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。但是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可以看出来 ，Pura 这边的解析力更高。现在是3.5倍的对比了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，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旗鼓相当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那毕竟他们在拍摄界面中都给了10倍数码变焦的焦段嘛。那么在中心解析力上呢，从光学上说两边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从图上的观感来说呢 ，Pura 的更好 ，Mate 那边数码处理的痕迹有点重。我发现大家还是挺关注长焦的对比的啊，那咱们再看一组10倍的对比。那放大看呢，确实啊，解析力上来说，就是从光学分辨率上来说呢，两边差不多，但是从观感上来说，就是 Pura 的更好一点。
再说微距拍摄，华为的微距呢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，这点大家一直都非常喜欢，它的放大比跟对焦能力一直也都是不错。那这代新的 Pure 70 Ultra 也继承了前代优秀的长焦微距能力，从图片中就可以看出来，跟上一代相比呢，微距一点都没有减弱，可以说是持平的。但是呢，由于长焦的光圈更大了，它的景深更浅了，背景虚化能力更强。其实这点在拍摄微距的时候呢，也未必说是好事儿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微距拍摄这方面 ，Pure 70 Ultra 肯定是很优秀的。再说前摄，先看自拍的表现，两边除了肤色以外呢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比如说美颜呀、瘦脸呀、磨皮呀，在这方面两边的水平是很接近的。那至于颜色嘛，就是风格的区别了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老实说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，也分不出哪个更好一些，都还不错啊。这两个风格我觉得都能接受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两边亮度的差别还是挺大的。但是 Mate 那边虽然说看着暗一些，整体的颜色还是挺好看的。Pure 这边呢看起来更亮堂，颜色呢显得有点苍白一点点啊。那两边整体自拍呢，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再说人像拍摄，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这两年华为的人像拍摄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，在人像拍摄方面，无论是肤色、衣服的颜色还是背景的颜色，看起来都很好看。那稍微有一些过激的地方，就比如说 Mate 吧，它在默认模式下背景虚化太强烈了，当然这是可以调的啊。那么 Pure 呢，在这点上有些收敛，背景虚化虽然说依然强烈，但是相对于 Mate 来说，看着已经柔和不少了。不过人像嘛，重要的还是看人物本身，两台手机在拍摄人像方面做的还都是不错的。直出宽容度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可以说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我们测试了非常多的场景，可以看到它们无论是亮部的云层啊，还是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呀，还有暗部的细节呈现，暗部有没有发虚等，这些它们做的都非常不错。而且直出宽容度环节看的就是亮部能不能亮得上去，而且还能保留细节，暗部能不能暗得下来，同时也能保留细节。那么这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在这方面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它俩之间的区别呢，就是风格跟颜色的区别了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先看第一个场景，光线还是挺复杂的，有强光有阴影。他们两个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水平是很接近的，但是亮部的细节呈现啊，跟一些现在的旗舰机比呢，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。那到时候跟其他手机对比的时候再说。下一个场景难度提高了一些啊，主摄的表现 Pure 这边在亮部方面没有 Mate 的表现好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还是非常接近的。场景难度再提高一些，那这个场景还是很难的，老观众都知道，对吧？那主摄的表现在直出的情况下 ，Pure 的表现是要强于 Mate 的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而且这个场景打开夜景模式之后 ，Mate 主摄的表现亮部呈现也没有什么提高，超广角也是如此啊，也没有什么提高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。在亮部细节呈现方面呢 ，Pure 稍微强一些。现在是3.5倍光学焦段的对比，两边的水平很接近。Pure 的3.5倍光圈不是大很多吗？咱们两边看着差不多呢，可能这个场景还不够暗，不够极限吧。那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同样的两边依旧是非常接近的。那来到了比较灰暗的地方，城市的道路上，主摄的表现两边可以说是非常接近，效果也都是非常理想。超广角的表现在这个场景就会触发自动夜景，它们两个的表现呢还是非常接近，也都非常理想，但是体验是不一样的。Pure 一旦触发了自动夜景，它就会在屏幕上有提示啊，告诉你要端稳设备，而且还有一倒计时。但是 Mate 那边触发自动夜景，屏幕上没有任何的提示，按下快门之后要等半天才能成像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移动手机的话，可能画面就会虚了啊。Mate 这点做的还是不够好的。这里要说一下华为啊，它的手机一直没有关闭自动夜景的选项啊，应该加入这个选项，把选择权交给用户。那现在是3.5倍的对比，刚才那个场景不是不够暗吗？那这个场景就能看出区别了。Pure 这边的表现明显强于 Mate 啊。那看来3.5倍镜头增大光圈之后，夜景的表现确实提升了不少。Mate 那边呢，这个场景下只能系统自动切换到主摄数码变焦拍了。
从祖传神树场景开始就非常暗了，咱们打开夜景模式，看看厂家软硬件配合怎么样。那么主摄的表现两边很接近，超广角的表现吧，Pure 这边有点虚啊，我拍了很多张，它看起来都是没有 Mate 清楚的。健身器场景还是非常极限的，这放大一看细节呈现呀，哎呀，这 Pure 的表现还不如 Mate 呢。虽然说 Pure 的感光器更大，但是 Mate 1.4的光圈也不是吃干饭的。那不管怎么说吧，对于 Pure 来说还是有些失望的。超广角的表现嘛，在这个场景下两边都是很难应付的。那如果硬分出一个细节呈现好呢，还是 Mate 更好一点。树林小路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放大看呢，这细节呈现方面 Pure 依旧是无法战胜 Mate 的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两边也是谁也甭说谁。最后一个极限的场景，祖传神树 Pro， 主摄的表现 Pure 依旧是不如 Mate 啊。为什么要说依旧呢？反正 Pure 的表现让我有些失望。你说它后边怎么迎战那些更强劲的旗舰手机呢？超广角的表现就看看吧反正总的来说呢，还是 Mate 稍强一点吧。哦，对了，说 Pure 不如 Mate， 并不是因为后面的树叶虚树叶是因为 Pure 这边景深更浅，那个是背景虚化导致的，说的是焦点部分的树干的细节呈现 ，Pure 也是不如 Mate 的。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就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的表现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，两边除了颜色亮度略有区别以外呢，防抖、解析力都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两边在防抖方面依旧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解析力方面，我感觉 Mate 的更强一些现在是2倍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依旧是风格方面的区别，就是亮度、颜色的区别，解析力跟防抖两边都是挺优秀的。现在是4倍的表现，解析力两边差不多，但是防抖方面我感觉 Pure 这边做的没有 Mate 好而且颜色方面我也感觉 Mate 那边看着更稳重一些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清晰度方面两边依旧是不分伯仲的，但是在防抖方面尤其是这么移动拍摄的时候，我感觉还是 Mate 的稍微强一点点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，两边看起来是非常的接近无论是解析力还是防抖做的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在这个场景下两边就都别说细节呈现了，但是防抖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是4倍的表现，清晰度、防抖方面两边差不多，但是整体亮度方面呢 ，Pure 更亮一些。那么暗部的细节呈现呢，也是 Pure 的更强一些。现在是10倍的表现，这回在解析力方面是 Pure 的表现更出色了。看来夜晚长焦录像方面 Pure 还是有优势的。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就是工业设计跟硬件方面。在工业设计方面呢，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？欢迎说出你的看法喜欢 Pure 这边的打1，喜欢 Mate 这边的打2。手机厚度方面就不说了两边差不多，但是后摄的高度可是不一样的 ，Pure 这边明显更厚，这是因为它加入了更大的主摄底更大，那么整体的相机模组也就会更厚。华为为了减少手机后摄凸起的高度，还为主摄加入了伸缩的设计。打开相机程序之后，主摄就会伸出来一截儿。虽然说这个伸缩技术不影响防水，但是防尘怎么办呢？就是那些比面粉还要细的灰尘，它会钻到缝隙里的哟。手机处理器的性能、游戏发热跑分这些，不是我们节目要说的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兴趣呢，可以去看看其他的节目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